这个男人的左手蕴含致命剧毒，随手向下轻轻一指，滴落的毒素瞬间就将冰面腐蚀洞穿。紧接着，他抽出鱼竿，挂上诱饵，迅速的将鱼线甩进冰洞，铅坠快速的向着湖心深处沉去。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鱼儿上钩了。就在不久前，美食世界最大的火锅湖骤然冻结，起因是湖里竟出现顶级食材贵妇鱼。为此，伊隆会长下达命令，要求阿鲁等人务必将贵妇鱼抓回来。可没想到，除了阿鲁，四大天王中的可可、萨尼和泽布拉三人也陆续赶到。这是四人阔别多年后的首次相聚，可一见面，几人就互相不服，当即决定分头行动，比一比谁能最先捕捉到贵妇鱼。说干就干，可可来到湖边，通过占卜迅速锁定最佳钓点。只见他将手掌毒化，对准冰面滴下一滴毒液，冰面瞬间就被烧出个大洞。随后，可可装好诱饵，熟练的将鱼竿甩入洞中。他笃定自己必能拔得头筹。而另一边的萨尼也不墨迹，他将头发猛然插入冰层，接着用力拉出了一根巨大的冰柱，然后将自己的魔发探入湖里。他的每一根发丝都具备感知能力，几十万根头发瞬间化作一张巨大的渔网。只要贵妇鱼敢经过这里，必定让他有来无回。而泽布拉的钓鱼方式更是别具一格，他直接开启超声波来感应鱼儿的位置，简直妥妥的人形雷达。而阿鲁的方式则是简单粗暴，他用钉拳切下了整块冰面，捧起刨冰开始大口享用起来。在垂钓之余还有美女相伴，这生活简直不要太爽。要说最惨的可能就是小松了，没有任何绝技的他只能用工具慢慢的钻出个冰洞，就连蚯蚓都得拜托小企鹅帮忙递到手里。可等了半天连个鱼毛都没见着，泽布拉已经没有耐心了，于是他对着冰面就打出数记连发声波炮弹，一时间各种各样的鱼儿被炸上了天，就连一旁的萨尼也被巨大的爆炸干扰。他急忙将头发收了回来，却意外拽上来一条奇丑无比的象鼻鱼。可可那边也是一无所获，泽布拉把他的鱼饵都给震掉了，阿鲁更是钓上来一条傻乎乎的大头鲶鱼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贵妇鱼已悄然游到了小松的脚下。经过这番折腾，四大天王都觉得自己的钓点被污染，于是纷纷起身开始寻找新的位置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四人竟集体向小松的位置靠拢。小松人都傻了，四大天王更是一阵惊呼，小松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气？经过四人的一同分析，他们确定贵妇鱼就在小松的脚下。正当众人争论谁的方法更有效时，小松的鱼漂突然动了一下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上提拉，冰面瞬间就被鱼线割得四分五裂。下一秒，一条巨大的贵妇鱼破冰而出，重重地砸在冰面上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发现这家伙竟长得丑得离谱。可还未等众人来得及庆祝喜悦，天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只巨型狼雕，而他最喜欢抢夺别人的猎物，可惜这次选错了对象。德布拉一记声波炮弹喷射而出，结果却被狼雕轻松躲开。可可见状连忙射出毒液，却是连狼雕的一根毛都碰不到。眼看着到嘴的大鱼即将被抢走，阿鲁打出一记飞叉挡在了他的面前。趁此机会，萨尼利用发拳对狼雕展开猛烈的进攻，狼雕见势不妙，仓皇而逃。可刚解决完危机，新的问题又摆在众人的面前，那就是这条鱼究竟算是谁捕获到的呢？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看似欢快的钓鱼比赛，实则暗藏美食俘虏的深层哲思。小松凭借时运胜出，皆是顶级食材只回应敬畏与谦卑，而非暴力征服，这恰恰是对四大天王蛮力的降维打击。贵妇鱼名字和外表的巨大反差，则戏谑地宣告内在风味远胜外表标签。面对外敌时的默契联手，以及最终从争吵走向平分吃掉，更将美食的终极奥义指向分享本身。孤独的战斗力远不及共享的喜悦，而反派强行结冰的幕后，隐喻着对自然的干预只会适得其反，力量终需服务于美味，依赖厨师之手来升华。这才是美食世界最温柔的底层逻辑。